娥儿，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呢，你现在咋能解气？你随便，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你想咋都行。你，要不然你拿刀戳我2刀也可以，真的。刘书生，往后你也会当爹。要是你的女子让人欺负了，你能养下这口气不？婉婉，我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不足惜。但是求你给哥个机会，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你原谅我吧。我，滚！哎呀，还不快滚！哎呀！他要不是淑兰的弟弟，我是亲手扒了他的皮。妮子，恨就算一时半会儿解不了，也不要紧。人不能跟狗一般见识。好歹刘书生2口子的罪，应该是永远封上了。咱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成不？他没发生，可能啊。你想咋弄？这事堵在我的胸口，我快喘不上气。我跟光哥说实话吧。不行，小光是啥样的人，你能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咱俩让人算计了，我是能提刀杀人呐！婉婉，听哥一句，让这事烂在肚子里，就是再难，也不能吐出一个字啊！那我咋面对光哥？要不然你送我走吧。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知道你难受。这要只是咱俩的事，我现在就把你送走。可是婉婉，咱得想想小光啊，你走了，他咋办？没爹没妈，从苦海里游了小半辈子，现在遇见了你，好不容易抬头看见好日子了，你走了，他后半辈子的幸福全毁了。咱不能因为一个畜生把到手的幸福扔出去。人活着就是一个绊子接着一个绊子，迈过去就过去了，日子还得过。乡党们，乡党们，今天要在筹委会召开86区文物法普及大会。中了。你是主任，又是罪犯家属，最应该来的就是你。现在他们都是初犯，捡到的有基本都是碎瓦，情节较轻。但这也是刑事犯罪，是触犯了刑法，明白吗？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我知道，大家这心里头啊都在想，我在自家地里挖东西，为啥还得坐牢？所以啊，我就把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清石队长请来了，由杨队长给大家解答，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啊，大家表示一下欢迎啊！大家好，我是杨清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凡是在国家境内，不管是地里的、水里的还是海里发现的，我们国家的文物都算是国家的文物，收归国有。发现文物不上交，就算是违法行为。私自挖掘更是触犯刑法，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冤枉！
也是冤枉俺呢！你让大家评评理，哎，咱自己屋里地里头就挖出来几个破砖烂瓦嘛，对不对？你凭什么？凭啥就让俺坐牢呢？对不对？你让俺孤儿寡母！你好，你接着好。你看见我脸皮都比城墙还厚。哎，你说咱银村咋了嘛？咋出了这几个祸去？啊，这次是我不对，哎，我不好，我给咱村招了几个贼娃子，我认脸，我不要脸。哎，你说咱银村世世代代几千年没断了根，咱靠的是啥嘛？啊，咱靠的是家家户户忠厚善良、生冷硬倔，咱唯独没有这个尖子。我以前就想着这哪个村没有个歪脖子树啊？只要你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原谅。但是谁要是把咱村的这个脸都丢到别人脚底下，丢先人，我绝不放过他。唉，破镜难圆啊。还不是怪你，当初要不是你把来娃招进队里，他能动这心思。你现在反旧账有啥意思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知道有个地方能住。来，哎呀，咋样？哎呀，还真是田园生活，拥抱自然啊！你就说嘛，哪一样不符合嘛？就这环境啊，反正也没外人，就在考古队住，房租嘛还便宜一半。还是老陆会算账，赶紧的收拾行李，先到先得啊，自己挑屋子啊。罗青老师，你们这是给姑母按摩呢？哎呀，这温柔的按摩儿的进度是不是太慢了？跟我弟下来，这是好像就没动一样。齐队，哎呀，你看着这大石块没？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土层里不是鹅卵石，就这种料浆石，很难挖的，都得手这样用小铲子一点点刨，那进度能不慢吗？哎，齐队为什么一直这么着急呀？这 M2如果不早点发觉，他这案子就判不了。哎，你们这活儿其实蜗牛也能干。哎，姐夫，你来干啥？我打个顺风车，想去看看俺姐。有话就说。哎，我错了就是错了，我无话可说。腿我自己摔的，跟你都没关系。姐夫，你放心，我从今天往后，你走哪我绝不往北，我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宝，那你这算是恶心我了。以后再说以后的吧。你要是铁了心跟钱过不去，我也没办法。咦，我又不瓜，我钱都是俺爸呢，我还能跟他过不去吗？来，给我。出来，开门。俺们给你带了床被子，天太冷了，你别着凉。姐，开门去。姐，开门去。俺姐夫大老远跑来的，你咋不让人家进屋坐一会儿嘛？好，我的姐呀，你两口子有啥事不能商量吗？啊？你咋还脾气大成这了？你忘了那会儿你在南四住的时候，日子过得苦成我了，谁一天给你熬冤呢？你现在日子过好了，你不能把俺姐夫的恩情给忘了吗？走吧，别刺激你姐了，乖。
咱做人不能这式子的嘛。开门去。还犟得很。是这姐夫，你下回。下回。俺姐要不给我开门，我就在这儿废了。我就不信他能让他弟在这儿冻死了。姐夫，你放心，这被子今天晚上我肯定让他盖上。这才像个当弟弟的样子。你回来。好，我的姐呀！小光，哥，哎，你咋在这儿呢？等你呢。小光，出去这么多天，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哎，不辛苦，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啥也没闹到嘛。哥，要不你再寻个坑，咱们再搞一下。算了，谢谢吧。好好盘算盘算你的事。我啥事啊？你说啥事啊？结婚照都拍下来，还让文文等下去？本来想早就跟哥说，婚姻大事人都说要听父母的，我也没有。但是我有哥，我听你的。要听我的，赶紧把证领了。黄历我都替你看好了，明天就是吉日。能成，明天就明天。这儿有点钱，一半是给兄弟们的，帮人家白跑一趟，贴补一下；另一半是给你跟文文的。哎，我不要，我有钱呢。你有钱，我是你的，这是我的心意。咋？光嘴上把我当大哥？拿着。文文，回来了。咋的？吓死我了！哎，咋？你这是瘦了？没有，像你想的呗。我在搁那儿吃的不好。没有，吃饭。吃啥饭？我有事跟你说。哎，我想跟你说，明天咱干脆把证领了去。咋这么突然？哥说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一想，反正早领晚领都是领，咱干脆明天大吉之日，咱把证一扯，能行？可以。赶紧吃饭吧，凉了。哎呀，对不起，我又没换鞋。蒋教授啊，太辛苦了。这墓让你们盘的已经包间了，要不咱上机械吧？我联系消防队，手工清理实在是太慢了。要是上机械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毁了这些文物，那还叫保护性发掘吗？不是说上大型的机械铲车啥的，小型的。齐队，您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都考虑过。这现在吕氏家族墓社会关注度这么高，不只是行业内的前辈，还有那么多吕氏后人，咱得对得起他们。所以做事儿一点马虎不得。我懂，这我都明白。不是说我急，我是真急啊，快急疯了。齐队，知道你急。你看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急呀？昨天3号墓清理出来，又是一个空墓，一堆谜团解不开呢。
倒空的还是多重墓呢？没有被盗，也不是多重墓，就一个简单的空墓，葬具、人骨什么都没有。罗老师、向老师啊，那个你们去看一下吧，那边出问题了。就是有那个吕氏后人过来说不可以挖他们先祖的坟呐，然后要喊我们停工的。这又来了，这吕富贵的工作不早就做通了吗？不是啦，不是吕家的吕氏后人，是南方的吕氏后人。挖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几弄啊，这是我们的祖坟，你们要挖，是不是要问过我们啊？不能挖，绝对不能。啥情况？啥情况？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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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啥事跟我说。王东，我们说一个人说。我们是吕氏的后人，祖坟都要被挖了，难道我们没权过问吗？是啊，吕氏家族世世代代在吕家寨，是俺们关中人，你认祖归宗也要认对门嘛。我们真的是吕氏的后人，你看，只不过我们的先祖很早就迁到岭南了。那这是我们的家谱，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记着，我们是吕耿山的后人。别激动，啊！吕景山，吕大房之子。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啊，您好，我叫洛清，是咱们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吕大房当年被贬岭南一带，半路客死他乡，我猜他有一脉就留在了岭南那边。哎呀，这个太感谢了，终于都有人知道我们的来路了。是啊，我们定归岭南1000多年了，对吧？1000多年了。坐这边。啊，我是律师的，我是律师的。呀，富贵哥啊，你们得是从岭南来的亲戚。是啊。我说，我是秦川吕氏家族的后人，我叫吕富贵。哎呦，富贵哥，你好。不是你们咋寻到这儿的嘛？哎呀，富贵哥啊，赶来话长啊。我们寻根问祖也不是1天2天了，先祖耿山定归岭南之后呢，后人也修了家谱，上面有一句话：吕氏渭水堂。等，啥意思？堂就是堂号。古代同姓族人经常聚族而居，几世同堂，所以堂号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徽号。渭水堂，这么说，他们这一脉和渭水的吕氏是同堂一族。是啊。30年前呢，我们的族长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北上关中寻根问祖，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讯不方便，没有找到。这一次呢，是因为吕氏家族墓的考古上了新闻，所以我们才找到吕家寨了。哦，明白了。这样，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我们这次的考古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满足吕氏后人们的意愿。谢谢。我们呢不是闹事，我们也很支持国家对祖坟的考古发掘。但是呢，我们也想趁机会拜谒一下祖宗，尤其是我们这一脉的先祖吕大房，可以让我们看看他的墓吗？哦，是这样子吧？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哪一个是吕大房的墓，所以说可能对。而且你们的族谱上不是记载了吕大房的墓在岭南一带吗？岭南的墓呢是明代修建的，据我们族里的长辈讲啊。吕大房被贬岭南之后，郁郁而终，其兄长求情，皇帝才答应大房回乡安葬。但是由于当时路途遥远，天又热，只能抛下尸骨带回衣冠。也就是说，现在吕家寨的吕大房之墓是个衣冠冢。是啊。有没有墓志铭？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呢，族里的长辈讲啊，当时的葬礼都很简单的。师母。我知道这 M3是谁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你看，这个谜团不就解开了吗？富贵啊，你带着岭南来的客人们去 M3吧。
我娃他们要去看一下。师母，咱们要不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毕竟还没100%的确认。这对我们来说是学术，对他们来说是仙人。人家千里迢迢的过来，就是为了给他们祖先磕个头，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善待人家的祖宗基业，图个心安。七队，你看呢？那这次向教授你说了算。去吧。二系主，你的后人回来看你了。二师祖，我这兄弟赶了上千里的路，可算是真祖归宗了。骆老师，向老师，我听富贵国讲，你们要帮我们去修建家庙。我代表岭南的族人呢，衷心的感谢你们。这里是我们的家谱，还有我们岭南女婿祠堂的照片，还有陵园照片，我都把它给你们，希望可以帮到你们。帮得上，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这对于我们研究吕氏嫡系脉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太谢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呢，我正式邀请你们考古队，还有吕家寨的亲人们去岭南参加我们吕氏中兴的祭祀。去，我肯定去。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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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胖子，过世，你看。咱去帮个忙吧。哎，我要强得很，帮着他脸上挂不住。刘良北也有一阵没露面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个啥光景。刘良北是个强人，因为来娃的事情让人脊梁骨都快戳烂了，咱啊就不上去凑了。干活了，拿点酒吧。哦，你别喝了，你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呢。哎呀，让你再喝2口。这现在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坐着躺着身子都是一下就垮了，坐不起来。喝上2口，解个乏。哎，来，就哼，来，我乖得很。飞飞站的老刘说，咱贴的成色不错，就是2岁。往后要是量大的话，他给咱按高价收。飞，婶子，飞，小曼，哎，方块哥，我来看看你们。你干啥呢？又花钱？生我气着呢吗？不，你可不敢多想啊！他真的不是冲你，他玩的是太伤人了，他主要是脸见人。废品生意咋样？凑合。啊，真不打算回咱考古队了？哥，你说这话，你这不是调侃我的吗？
我这人就算比丞相后，也不敢再回考古队了。这汉子前脚进监狱，这婆子后脚。来娃是来娃，你们是你们的嘛，对不？以后别把你们混到一块说了啊！你们一家子啥人，我们考古队人还能不知道吗？是不？来之前我们商量了，你要想回来，随时都能回来。进考古队离家近嘛，不务农时，旱涝保收。最重要的是，咱得让村民们看见啊，咱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他们说闲话。走了，注意身体。师母 ，M2的前期清理已经完成。是不是祖师爷的墓马上要见分晓了？你们看，这骨架都朽了。哎，这个一块一块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松香，用于防水防腐的。等这里都清理完毕，要好好的收集保存。那这个又是三重木，又是松香的，真的很像祖师爷的手笔哎。而且你们看啊，依照整个这个墓室的结构，这两个应该是后室，那这个就是前室，所以这个棺椁很有可能就是咱们祖师爷的。我们给祖师爷鞠个躬吧，于情叨扰了他老人家，于理他给我们的考古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送到检察官，听你念呀。经鉴定，洪大同、冯思宝等人所盗的公墓葬为宋代金石学家吕大林之墓。宋为啥？宋晴天，能定罪了不？小马，小马，把电视给咱打开，调到那个秦川电视台。耶，咋忽然想看电视了嘛？我小白嘛，发来个消息，说罗青上电视了，咱俩走一半，近日来备受又关注的跑回来。文献吕氏家族墓，终于在省考古研究院的努力下有了重大的发现。一座枯木如何变成为了极具价值的古墓？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下吕氏家族墓考古领队骆青老师的解读。骆老师，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个墓的时候呢，是一个空墓，墓道很浅，更像是一个近代墓，但是它的墓道走向还是向下的。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向下清理。当挖到7米左右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墓室结构，于是我们就隐隐觉得这个大概率应该是墓室主人做的一个有意的设置，就是它可能是一种防盗措施。所以我们再坚持往下挖，挖到10米到15米左右深的时候，就迟早的事嘛。因为那个咱也快了，很难挖，有很多鹅卵石和料浆石，我们那个探铲啊都很难下去。但是我们坚持继续向下深挖，最后挖到15.5米左右深的时候，真正的主墓室才出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下面的这个发掘现场。好的，骆老师。那么在本次的发掘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您比较难忘的呢？我们这次发掘的起因很特殊，是源于一场破坏性的盗墓行为，所以我们是抢救性发掘。整个吕氏家族墓因为盗墓贼的无耻和贪婪，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我
我们真的很痛心疾首。听说案件的主犯邢兆虎还在逃。季队，被盗的文物追回来了没有？你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抓捕细节吗？讲一讲抓捕的具体细节吗？季队，主犯邢兆虎确实没有落网，葵口、营口波也流失在外，但是我相信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一定会很快地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追回流失文物。也希望广大市民呢，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帮助我们尽快破案。流光梦华，哎呀，这个主题名字起得好啊！它是截取了东京梦华录中的2个字，彰显北战流光之间，梦回大宋啊！哎呀，秦二都是有文化，名字起得好，举起字，有正经的好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你先看咱这盘子咋样？天青有盘嘛？啊。哎呀，油脂凝厚滋润，色彩浓重艳丽啊！大家看这釉色，像不像雨过天晴以后的天空？啊，像。对，这就是天青釉的妙处，它像是云层散去以后天空呈现的颜色啊。烟霞弥漫，是云气氤氲，实在是妙不可言呀！妙，秦老啊，你这见解太厉害了。哎，这挨着我们松子觉得说这好，好在哪不知道，说不出来。今天你一说，全明白了。你看这造型、味道、色气，全说清白了。那好，东西是个正经东西嘛。咱后头还有正经东西。走，那往上看呢？你看这，你看这大盘子。好。哎，这也不错啊。哎呀，这咋？这口大。你看，品相还好得很啊。但是不如刚才你说的没有遇过天晴以后的味道。这是年代。年代不够。你看这颜色啊，你看这，还有这个吴老板啊，老肖，呀，这盘子美气得很，哪儿拍回来的？哎呀，我烂松盘子有啥看的嘛？你天天看，还没看啥呢？还烂松盘子，你这眼光也太高了吧！有这个站起来去很好。呀，要是你这见解确实要办。哎，吴老板，得知道他们干啥去？跟咱有啥关系？呀，说无关也无关，热闹是别人的；说有关也有关，毕竟家业是咱们做下的。哎，你说咱们啥时候能进入我圈？啥圈子不圈子？能挣钱就行。呀，我得通透你。哎，我就说你是个人精呢。行，我再转一下。好。叔子，你当年在上虞上当卖的瓷器还在不在？呀，姐夫，你得捉弄我呢！我留我东西干啥？咋？还提醒我让人坑了50万？别废话，你在阿达被人坑的，把地址发过来。哎呀，这张照的美得很嘛！哎呀，你这是比我会照相，你看比起来我照的像个大木头呀。哎，哥们。我想着，咱找个时间要好好请木哥吃顿饭呢。你看咱俩都已经领证了，咱都没啥表示。不用了吧？啥不用了？你请人家干活干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应该请人吃顿饭吗？咋了？喝点热水。咋回事啊？没事，中午睡太腻了。
喂，小光，哥，你收拾一下，跟我出趟远门。现在啊，去哪儿？上亿。好。哎呀，我怕是要出趟门呢。做啥去？哎呀，工作上事你不要打听了。你没啥事吗？好好吃饭，我很快就回来。好东西。咋样，秦老？能入你法眼吗？有脸啊！啊！前边咱这转了一整，我感觉都是小刺儿。这整的大菜你跟我在这儿后着。哎呀，那当然了嘛，前头我都是开胃菜嘛。啊，这好东西品鲜的我都给你留在后头了。有脸啊！我觉得你现在的艺术品味确实提高了不少。哎呀，尤其是这个钵，啊，大家都看着呢。哦，哎呀，你才有干劲啊！我是觉得你守着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取材料，这个跟我只能干这，别的咱也干不了嘛。你这前两天呢，秦川古玩协会会长这个职位有个缺，大家就问我说：“秦老，你看这个职位谁能担当？”我没思量，我说这个圈非赵有林莫属啊！哎呀啊！秦老，你太晕我了，咱干不了事情。哎，你是看不上我这眼力呢，还是看不上自己？谁敢看不起你的眼力？你在咱行业当中是标杆呢，对不对？就这，秦老，你要觉得我能行，我就去给咱好好干，全力以赴的干。大家说有灵行不行？行，哎呀，不是我念着。彭磊，兄弟，哎，你看是不是嘛？你看，没有骗你吧？北宋开国大将苗广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发现了很多北宋的墓，都跟老苗有关系。这墓找了好长时间了，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还给你开价。进去再说吧。我的娘呀！你看看我的乖乖，全是专权了呀！你看这形制规格，这前宋的墓都是土坑墓，只要是这人不主规，不可能有这待遇规格。我跟你说。哎，这是啥？哎呀，此乃先祖护国大军师司天太正庙公墓志就8年了，这你不懂呀？这墓志就相当于现在咱每个人的身份证。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看货吧。一共几件？9件。哎呦，我的乖乖呀，全是入药呀！看这，咦，这底下还有字儿呢，你看。苗训字广义，社齐苗甸人。广顺元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宣布国号为宋。你看，苗广义是社齐苗甸就这儿的人。赵匡胤赐他的，你说这墓不是他的墓是谁的墓？松下了吧？公义确实不赖，你要是不画蛇添个足，也许还能唬唬人。你啥意思？你说俺这是假的？明人就不说暗话了，假在哪儿？非要让我给你指出来不？我看你就不是个正经做买卖的，砸场子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既然这么弄，我会好好招待你。你是让1对3000还是3000打1？小树林全是我的人，你今天走不了。动手了！哎，小郭，松手，手松开。三叔，我当真啊，我兄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斗狠的，是来交朋友的。小郭，
钱掏出来。交朋友还是结仇，看你。这天清 U 盘不在你们这儿吧？接了吧。打扰你了啊，你接。二弟，又带来了。进来带着一股子气，是哪条道上的兄弟？跟二爹一样，都是吃先人留下的这碗饭的。有看上的没有？3万。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一那一瞥。黄土烧过的黑，余温仍烫得真切。旷野之下，沉睡那段圆缺。莫停歇，我乘船走马，此心如铁，把百里心传给一轮明月。问今是何节，千百年。谁守不岁月？长所愿。上顶舟头去了又回，寒用汤泥渡黄河水。一辈子就为存真趣味，撞南墙也不后悔。我乘船走马，此心如铁，把百里心传给一轮明月。问今是何节，千百年。谁守不岁月？长所愿。